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5号，今天是星期五。刚刚从这个白石镇这个桥头啊，看见了安提法他们在那边示威呢白人比黑人多，很多人说他们是职业革命家，一天拿200块钱，这些也不知道，以后呢跟进一下。那么今天的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1752人，确诊人数是211166人，死亡率是10.34%。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0174人，确诊人数382209人，死亡率是7.94%。全美国是死亡人数109471人，确诊人数191万，死亡率是5.73%。今天的这个恐惧指数呢更低了，这说明更稳定了。油是37块钱，金子是1722，小麦、米、牛肉和瘦肉猪价钱都变化不大。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1毛3兑1美元。那么今天呢，关于房地产呢，大概谈一下啊，这个目前啊，从这个有这个数据来说，那个5月10号左右啊，再有顾客他们在标这个房子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房子啊都需要竞标，甚至超过了60%。在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呢，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它的待售房屋数量出现短缺，在不定性持续下，潜在的卖家他们一直推迟上市。待售屋缺乏导致出现了竞价战，特别是价钱在100万美元以下的房子更加抢手。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的房子已经处于7年的新低，这个房屋的供应量近期缺乏新的房源，那么使房市的供货短缺非常非常严重。那么现在呢，房屋的需求已经在4月触底了，然后反弹了，然后这种涨势加上供应的不足，造成了美国的房市现在出现了竞购的局面。那么买家呢，他们回到市场，他们意识到他们买房子现在年轻人在家里需要这个远距离教学，而他们自己需要远距离工作，独立的 house， 独立的房子对他们来说赋予了一个新的功能。所以在某个地区呢，往往是只有一间独立的房子待售，却有好多人来竞标。未来的趋势在家办公，年轻人在家上课。竞争最激烈的房地产当然还是旧金山，还有这个沃斯堡，还有波士顿。那么截止到5月10号止的4个礼拜波士顿的购屋竞争力最高。那么房地产按照这个当下这个网站的这个汇报呢，波士顿至少63.3%属于竞争非常激烈的地区，而旧金山和德州的沃斯堡两地紧随其后，竞标占的比例占63%和62.2%。那么两个城市，一个叫圣何塞，还有一个是罗德岛的叫 Providence， 他们的竞争的比例都达到了54%。那么现在呢，几乎在这几个地方，每一个房子推出市场就会出现了竞争，经常是有17、18个人同时出价。在全美国，开价在100万美元以下的房屋，比开价超过100万美元的更可能收到多个报价。价格在30万到40万之间的房屋，面临着竞价占了44%，比任何价格的竞价更高。然后呢，就是8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的房子，竞价比例是43.8%，而60万到80万之间的房屋，竞价的比例是43.5%。每一个想买房子的人他们都需要找，这有5种凭我的经验，5种积极的卖家。首先你要保持警惕你第一次踏入房地产市场，你作为一个炒房的人或者是一个房地产的投资者，你了解这些情况是明智的，因为房子可以给你带来机会，那你也可以帮助别人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真诚的去帮助别人，你一定会得到回报。所以当你发现有房子有苦恼的卖家，你给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你说你手里特别是拿着现金你跟他说，
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啊，但是也可能无法解决，但是我们能不能见面看看？那么对于陷入困境的卖家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方式，很多人都可以很欢迎你去他们家谈一谈。所以你从卖家的角度出发呢，你表示出了你的同情心呢，而他们就愿意和你交谈。如果他们说话，你就能帮助到他们。所以当你和这个处在困境的卖主谈话的时候呢，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呢，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在很多的情况下呢，这意味着呢，他们的房子最终原样卖给你，你们可以很快速的交易。因为首先你自己准备好足够的资金呢，然后让这个过户的过程非常的完美和舒适。当然你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没什么不好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倒卖房子。虽然我说的积极的卖家他很多的形式，很多人发生了人生中突然出现了大的事件，使他不知所措，或者他失去了赚钱的能力，他的生活就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一个积极的卖家和一个试图出售房产的屋主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一个积极的卖家需要尽快卖掉他的房产，因为他们需要现金，很可能他们遇到了紧急情况，或者有其他的紧急的需要。而典型的房主他们不着急，他们愿意等，直到他们得到最好的价格。所以在两个卖家之间，积极的卖家是那种你想与之交谈的卖家，因为他们更愿意谈判。那是什么到底让这个卖家有动力，而不仅仅是感兴趣呢？那么你应该找至少这5种潜在的卖家，你对他们都应该以这个道德、诚实和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不光帮助到他们，你也可以帮助到你自己。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失业的人了。当一个人失去工作，他们可以很可能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或者找到一份薪水更低的工作，或者是他们正在等待最好的工作。那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工作的话呢，他们就可能无法像以前工作时那样消费或者负担得起那么多东西，甚至他们可能无法负担得起房产税，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无法负担抵押贷款。所以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卖掉房子，搬到另一个更便宜的地方。那么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迫使他们尽快的卖掉现在的房子，这样呢，他们一定会来协商。这类的卖家可能有兴趣把房产卖给有现金，并且能在1礼拜、2礼拜之内完成交割的这个投资者。如果你知道如何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你要卖房子，理论上说你一定要准备足够的硬通货或者现金。这种快速的现金交易呢，可以马上帮助这个人呢走出困境，进入他人生更稳定的下一个领域。第二类人呢，就是分居或者离婚的人。那么离婚呢，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他们夫妇最后呢，为如何分配财产争吵不休，房子往往是那些大的资产之一。那么整个过程包括律师和大量的文书工作，但是很多的夫妇他们争夺的最大资产之一就是房子，而很多时候得到房子的人会在另一方试图重新谈判之前尽快就把房子卖掉了。在其他情况下，这对夫妇可能会决定卖掉房子平分利润。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对夫妇由于他们在离婚，他们可能之间就不说话了，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但无论哪种情况，投资者都可以比普通消费者更容易的从一对离婚夫妇手中买到一个房子，因为这对夫妇通常希望尽快的完成整个过程。如果你有现金，你就可以马上帮助离婚夫妇解决他们卖房子的问题。第三类的卖主就是一个期待孩子的家庭。那么一对怀孕的夫妇，他们可能决定要搬出他们的小房子，可能买到一个更大的房子中。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浪费，因为他们需要在9个月的时间内就找到一个新家。那么在去看医生和为家里的新的孩子做准备之前，
很多夫妇他都觉得毫无痛苦的卖掉房子，因为他有很多其他的优先事项，而出售房屋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是投资者可以介入并提供帮助的领域。如果你能够快速成交，那么绝对等待孩子的夫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完成交易的来源。你帮助他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环境。第4类人就是延迟维护房产的所有者。一些房主，你看那个房子很多他没有维护，他们把钱都用来支付抵押贷款或者其他费用了。多数情况下，房主决定出于某种原因来卖掉房子，而没人愿意买，因为这个房子维护实在太差了，都快倒了，破房子。保养不良的房产其实很多时候是潜在的金房子。你有现金的话呢，可以让他把这个破房子卖给你。如果你是唯一一个想买房的人的话呢，你就成了唯一一个真正的潜在的买家，对你和对他们来说都很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更容易的协商条款，因为你可能有轻微的优势。那么如果这个房子有很大的潜力，比如说1家庭改建2家庭之类的，在一个很好的社区里呢，那么任何房地产投资者他都是理想的投资类型。第5，旧房产的这个所有者，他就和上面那个破房子延期维修是一样的，旧房产也很旧，不太受欢迎，不流行了，到处散发着味道，或者房子有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你也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这些类型的房产。如果你知道要寻找什么样的房产呢，同时你还需要有个什么总承包商来给你评估一下价格，你先拿到一个报价。当然了，你在买之前还是要算一下呢，不要最后这个维修的和重新装修的那个钱实在太多，你要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如果你已经进行了这些房产投资，是不错的，找到这5种认真的卖家。但实际上在纽约这种卖家即使有，你也很难对付，因为他们没太大区别。所以以上讲的5类的卖家实际上是指其他的州。那么赌场开门了，今天赌场开门了现在这个整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开门从那个礼拜3的时候就开始有个别开门了。现在呢，礼拜4、礼拜5都开门了，大多数的专业的赌徒开始兴奋的跑去拉斯维加斯。以后其他的州的各个赌场，全美国有好像几百家赌场，特别是在荒山野地的赌场，那个它的回报率更高。那么赌场的酒店的客人呢，他们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需要测试温度。那么我们知道去赌场的人呢，很多人都经常见到有卡车司机啦，有这个年长者啦，是吧？有专业的赌徒啦，有这个家里是1个人的家庭啦，所以他们呢喜欢就回到一个他们终于有事儿做的地方。我指的是说他们在财务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这就是一个他们的娱乐而已。那么在赌场的酒店呢，他们现在的价格呢非常的低，所以也是好时机。你的房价呢，拉斯维加斯的房价呢，据说据前方记者报告是30美元一晚上，但是呢，预定的酒店呢，很可能在这礼拜6呢就会订光了。那么第1周来访的游客往往是拉斯维加斯的迷或者是狂热者，多数是年轻人。那介于年长者呢，对于新冠肺炎的病毒是高风险人群，那么他们呢不建议去。当然了，他们也可以去不进赌场而进行一些舒适的旅行。那么拉斯维加斯的消费者我们知道尤其是赌徒，他们一直希望恢复到处旅游，因为到处旅游景点都有赌场。那么现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航班呢，它的搜索量呢也增加了。虽然现在的搜索量和去年的同时刻相比呢，还是下降了60%，而现在这个首批返回拉斯维加斯的游客呢，很可能呢他们会带来比平时更多的钱。那么他们当然喜欢玩赌场的一些游戏了，什么21点了、掷骰子了、轮盘赌老虎机了，因为他们在家里，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的能在家里下订单的消费机会非常少。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你在每个州来管理
这个赌场的生意，所以你必须得拿到执照。你在线上呢，你在这个州呢，你不能下那个州的网上游戏。而员工呢，他们都必须戴口罩啊。那访客呢，理论上是也可以不戴，也可以戴。但是在酒店的客人和赌场访客一定要进行温度检查。那么登记的时候呢，就会给你测温度。那么当然，不同的酒店呢，它的政策有不一样。现在我只是讲的是拉斯维加斯的酒店的赌场的情况。那么大西洋城的情况呢，我会想办法跟进报道。所以今天我谈的是，除了股市，现在是赌市行情。所以我认为呢，对于广大的赌棍和娱乐爱好者来说，今天呢对他们来说是最开心的一天。虽然拉斯维加斯的市中心他们起步很缓慢，以前一直说它是鬼城。那么多数的酒店呢，现在是允许下午3点钟之前办理入住手续。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呢，除了赌场以外，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是吧？它有这个步行街呀、购物街呀、购物中心呐，有这旅游商店啦，有户外酒吧啦，有高空滑索啦。那么当然现在是在白天的时候呢很好玩，但是晚上的时候就变得冷清。虽然拉斯维加斯现在也还是有抗议，也有安提法，也有这个悼念乔治·弗洛伊德的事件中一些人也在聚会，但是他们对于赌场呢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么大量的人年轻人如果你没事做你想为当地的经济做贡献，在可以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去赌场呢消磨你的时间。因为多数的人，我们知道多数的人，他们其实只是喜欢每一天过得很快乐。那么随着市区赌场酒店的重新上线呢，那么慢慢的这个旅行者呢就转向了这个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大道。我们知道这里有闪闪发光的赌场圣地包括米高梅的度假村，包括凯撒娱乐公司，他们主要的赌场都是在今天礼拜4早上和礼拜5早上开门了。著名的贝拉吉奥喷泉将重新打开，那么整个城市呢就会恢复风景优美的行程。所以说，未来的拉斯维加斯对于真正喜欢他的人，他的狂热者，甚至他的迷来说，而不是只是说赌棍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最新消息我们上次谈过比亚迪给加州生产口罩嘛，但是不幸的是这公司又错过了5月31号的联邦认证的最后期限。这是这个公司第2次推迟向加州发货了。那么这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的发言人说，州政府官员正在决定是不是给比亚迪公司更多的时间，或者要求退还已经预付了的口罩费用。他们一定要在6月5号之前决定，否则除非他们和政府达成协议。加州和比亚迪已经订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同，提供2亿个口罩。比亚迪我们知道是总部在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制造商，在加州有办事处，他已经向这个州发送了6000万个医用口罩，剩余的部分是 N95 口罩，它必须有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认证。这4月份呢，这些口罩没有通过认证，使比亚迪向州政府返还了2.47亿美元的押金，相当于总金额的1半。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口罩到了这个5月31号还没有获得通过。但希望呢不是口罩的质量，这个事情呢我还需要继续跟进。美联储已经印了3万亿的美元，钱去哪儿了呢？美联储都在疯狂印钞票，大家满世界找通胀的时候呢，结果发现美国市场上现在没有通胀。截止到5月13号，美国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达到了 6.98 万亿美元，到了5月20号的时候呢，又扩大到了 7.09 万亿美元。而2020年3月份第1周的时候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才 4.29 万亿美元。这种印钞的速度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刻，包括了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众所周知，早在10年多以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呢，美联储就开始开足马力
持续印钞。而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下，印钞机的运转就更加疯狂。目的是在2020年的3月，我们发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当初是很少嘛，最多只达到了4.29万亿美元，而这种印钞的速度超过了过去任何的时候。可是呢，为什么像生活在美国的普通大众并没有感到任何通货膨胀呢？虽然有一点点通货膨胀，但不是很明显。那么到底美联储印出的钞票去哪儿了呢？为什么美国没有发生像魏玛德国、委内瑞拉或者津巴布韦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呢，其实既简单又复杂。这是因为人们头脑中关于各种经济问题的确信，其实大多数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分析。我们看到美国的股票大幅的上涨了，近期那么这个当下的情况股票暴涨，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钱呢很可能没有在消费市场上，而跑进了投资市场上去。那么美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扩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增加货币供应，只要是这些货币流入了资产交易领域，而不是现实经济交易领域，它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过去10多年来美国的经济本质上就一直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的人口就是它的直观体现之一。至于现在，当然更加就谈不上释放产能了。因为国内的总产值2020年第一季度缩水5%，第二季度呢预计将缩水20%。而美国经济系统当中的货币使用和流通速度，就所谓的周转率呢，正在戏剧性的降低。那么现在呢，这个势头，美国货币周转率开始下滑，和2008年金融危机很类似。过去美国的10年的经济复苏是很缓慢的，但是经济总归在增长。对于货币供应的使用频率来说，按道理不会大幅崩塌。那么2020年5月26号，因新冠疫情关闭2个月后，那个纽交所交易大厅当天部分恢复开放，于是关于货币周转率的降低说得通的解释恐怕就剩下一种了。那么美国经济当中的货币确实大幅度增多了，只不过这些增多的货币并没有出现在人们购买真实的商品和服务的领域，因此它的货币去哪儿了？它的货币的增加也自然没有造成消费者的通货膨胀。在货币供应体系中呢，我们知道 M2 指的是消费者在真实经济当中使用的钱，比如流行中的这个纸币和硬币、银行账户和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中的钱等。而 M3 呢，指的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部分，银行在美联储那里的储备金、机构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国债之类流动性的投资工具。目前 M3 大约相当于 M2 的4倍，15万亿对4.2万亿。美联储运出大量的流动性，从商业银行中购买国债来充实后者的储备。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的增加其实是发生在 M3 的层面。接下来，银行可以用这些储备去向家庭和企业放款，来刺激经济活动，而这些贷款放出去 ，M2 层面的货币供应也就随之增加了。只不过目前没有人强行规定银行一定要去放款，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把这些储备投入各种纸质资产，比如股票，这就是重点所在，钱去股票了。虽然我们知道大头都流入了 M3， 最终去追逐纸质资产，而没有真正流入与现实经济密切关联的 M2， 所以联储局疯狂印钞，美元被指流向了股市。正当如此，美国经济当中才始终没有出现任何每个人都觉得不可避免的恶性通货膨胀。大家都在寻找通胀的时候呢，视线都投向了错误的地方，而通胀呢，其实是在股市里。美联储一方面疯狂印钞票，另一方面真实的经济增长步履蹒跚，两者相互作用下，美股出现了最大的通胀，叫做资产价格膨胀。
只要一拿到美联储刚刚印出的钞票，银行就是把它马上投放到资产市场上去。在商言商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资产价格膨胀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而投入增长迟缓的现实经济，那么收益呢低得可怜。但是人们当然不能忘记啊，膨胀终归只是数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这些资产的真正经济价值得到了提升。因此，2020年的市场看上去变得越发是像一个虚拟现实的视频游戏。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现实，相反，只是一堆与现实脱节的，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数字而已。而这些数字的变化，它根本驱动力就是美联储造就的资产价值恶性膨胀。理论上说，不是个健康的现实经济。现实中，人们也可以完完全全靠着投资美股赚到真正的钱了。可是归根结底，那美联储的恶性通货膨胀呢？它的政策迟早会把股市继续往高推高到脱离现实。当然，我们又回到早先我讲过的，那么房地产市场，这就是它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要涨的原因。那么钱又向房地产市场注入，那么房地产的价格不也膨胀了吗？派 TV， 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别忘了点小铃铛哦，谢谢啊。